我就开始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就他说我半夜2点会跑去他房间开门看他睡觉，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里 ，you know， 就比如我一直觉得都很想去帮助很多人，可是我又不是观世音菩萨，有很千手千眼那种，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可是我又很享受这个帮人看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所以就帮了 Kenji， 就帮了 Doreen， 就让他们来这些，所以有时候我会问自己说，我到底能帮多少？帮到家人已经开始在质疑我，问我说你到底是做这个干嘛？你到底 benefit 什么？你受益到什么？可是对我来讲说，这种受益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你看到 Kenji 做了1个 season 的 episode， 你花的时间跟精力是真的用钱买不到，换不回来。所以我觉得这种讲说这种满足感是一个让我又要做，可是又质疑自己到底做不做的一个问题。所以 actually 我有一点 lost。到底我应该继续做吗？可是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答案。even though 我问过很多大人，就很像老师，问了老板，他们就说，专心做自己就好。就他们是一个很自我的一个想法。对。可能我们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我可以问你，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开心吗？开心。你现在开心吗？开心。可是会累嘛？累是正常的吗？啊，你是哪里累？精神上累。精神上累。对。是什么让你感觉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感染的一个人，就emotion 是什么？情绪上很容易被感染的一个人。就可能他在分享他在酒吧的故事，其实我自己已经在那边差一点要哭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很容易被影响到。你是被感动到吗？我就可以了解那个痛的过程，因为可能曾经我有失去过朋友的感觉。就那个感觉会突然我了解，人就会感受感同身受。对对对，哇，成语 OK。但是我就好奇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时常就是被身边的一些人事物感动到，然后其实是很想哭，就是很容易掉眼泪，可是你就一直会强忍不要。是。所以你的累呢，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你还没有找到方法很尽情的表达你自己。So the holding back，the holding back takes energy。所以你会累。我们很多累不是因为我们工作不能胜任，了解。累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上面在抗拒一些事情，或者在努力掩饰一些事情。那为什么做男生会很累呢？因为男生因为社会或者是家庭观念还是家教的方面，会跟男生说你不可以哭，或者你不可以表达你懦弱的一面。那我们就时常在 pretending。其实这个 pretending 这种伪装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对吧？明白。不要说明白，我说的未必是我说的未必是正确的。我在说这话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受？就觉得你能感受到我在 go through 的那些 moment。你说到你心里去了。是。我其实在听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特别优秀的人，而且他也会很乐意的去帮别人。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朋友，你有时候你可能在帮人家之前，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就是你要先确保你自己有那个精力。我自己是这样想。然后我其实有问题要问。问题要问。就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现在还是虽然是现在是半工半读，就是有工作也是学生。然后很快我就要从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就是真正的踏入社会。我觉得我这一段时间在大学的时候，我一直在摸索自己。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性格其实是特别的软、特别的柔的那种。就是比方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同事，你就说：“哎，Kenji，你可以帮我做这个东西吗？我很忙，我很忙。”我就说：“啊，可以啊，我帮你啊。就是那种可能大家心目中的就是烂好人，什么都会接。我就觉得我那样的性格很容易被吃定，你知道吗？很多东西都会推给我做啊，大家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就是到我做。然后可能因为在2个公司，然后之后到跟着很多，不要讲，我会逼之后跟着很多公司去学习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很优秀的领导，很优秀的制作人。之后我就是比较注重效率，我就觉得我变得比较直接，我可能就会说，比如说今天摄影机没有开，那我就会直接问为什么没有开，就是我就是以一个也不是带恶意，但是就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会发生，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可能因为这样太直接的问法，就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想要问一下，我到底要怎么在一个好人人设和一个 productivity 有效率的一个人之间平衡？其实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工作方面必须就是很直接啊。可是为什么直接会伤到人呢？直接伤到人，第一，你虽然没有那个斥责的一个心态，可是当你的工作伙伴内心有一个曾经被斥责过，很受伤，他就有一个隐形的伤在里头。是，所以他面对到或者是你，或者是任何说话比较直接，他会解读成你在斥责我，他就会碰到他的旧伤口，他就会难受。那其实我们生活在人世上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其他人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我们只可以以我们的最好去表达我们自己。那怎么表达？直接你没有那个恶意说你为什么做事情这么烂，对吗？可是这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个 intention 是什么？我先是要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做好，知道原因，然后之后我还会想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做不好的严重性。所以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做好的话，就比如说我有做过一个节目，然后当时有一些东西没有做好，我就会先问他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开。然后第二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嘉宾也是艺员，不是这个节目这个嘉宾也是艺员，那我们是不能够，因为你们行程很满，我们如果说我今天录不好了，我不可能就打电话给Kenji。我觉得你其实没有做的哪里不好，你是在做一个很称职的 manager。那如果一个人在工作情况上面连一个好声好气提出他的错误，或者提出他还很耐心的跟他解释为什么他都不能够接受的话，那这个人真的必须去多了解一下自己为什么这么感觉受这么伤害，对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工作或者是待人处事，只要我们带一份愿意去理解的心，你就不需要去让别人因为别人的批评，来过你的人生。那你就只可以就说，这是我的工作方式，而这是一个专业的工作方式，我也没有心要去伤害到你。可是你可以接受或者不可以接受，这是你的选择。我觉得可能在你们刚刚好像步入工作跟职场上怎么说呢？这个年纪的，你今年几岁啊？我23。怎么说呢？这23岁还青春年华，很需要也非常注重身边人的肯定，也非常重视跟身边人的关系跟感情。可是当我们逐渐成长或者说工作久了，我们就发现，针对事不针对人。对可能你的工作伙伴也是年纪比较轻，也没有说在或者说可能在家庭方面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接触到
人说他不好，或者说他做的事情不对，他可能就比较难接受，那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那你不需要去因为某个人不能接受怎么样而去不做你的工作吧，对吧？那可能就是以一个心态说，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成长的路程跟空间，那你把自己能做的最好，最善良的去做你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可以问心无愧了。是，谢谢你的分享。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这个是很贵的哦。没有了。我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我自己比较可能比较在意的。什么？我也不想再，就是关于我的，我在想要不要讲。就是我其实因为我现在大学已经要结束了嘛，所以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很好的人帮助过我，我也觉得很感动，也遇到了很多很真心的朋友，但是我可能遗憾的事情有一个，我其实为了这个事情，我生了2年的气，我就一直都很逼仄很苦。我说现在就是可以，因为一个朋友 Sylvia 她的开导，我觉得我真的放下了这个事情，我不气了，但是我觉得它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大学对于大家来说，大学最快乐的东西其实是宿舍生活，因为宿舍不是拿来读书的，宿舍是拿来玩、拿来交朋友的。我刚进学校的时候的第1个学期，我也交到很多朋友。可能我性格也比较就随便就谁都可以交朋友就好像身边就很多朋友。之后因为一个女生的关系，我其实跟她并不认识，她就是我的好朋友的朋友。然后她会经常发我信息，就是说你能不能帮我就是教我这题怎么做，这个经济题怎么做。我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就别人问我帮忙，我又不会少一块肉，我就直接发给他我的答案，然后跟他讲解。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说有一次我就说有点难去在手机上跟你讲解，要不然你下来我教你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就是这样。但是后来之后几个礼拜，我就听到有一些人就开始说那个女生跟大家讲，我利用教他读书的这个东西，想办法把他邀请下来到我的房间什么之类的。他第一次讲说误会了是吧？就是会刚开始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但是刚开始我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因为我就觉得大家也就是当这一个笑话，大家就会跟他讲不可能啦，他哪里会看上你之类的东西。就刚开始就这样，但是后来因为我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没有去理，他就越闹越大，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开始说，我就开始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就他说我半夜2点会跑去他房间开门看他睡觉，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里 ，you know。所以他就是之后他也讲很多，他就说我每次跟他坐都会坐很近，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之后就很传来传去最气愤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他也跟他是朋友，然后他就有站出来，就是说他就说他那个女生就是第3个女生了，不是第2个女生，他就站出来，他就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女生体型比较大而去否定她被性骚扰这个事情。然后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很多人就觉得我就是真的是那个我有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被冤枉了是吧？对，然后我就是很气，我很生气。我当时可能到食堂，别人也会指指点点，that's the sexual assault, that's the SA sexual assault，所以我当时是很难受的。但是也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刚开始有很多朋友，因为这个事情我找到了更珍贵的朋友，他们就是那些愿意去留下来相信我的人，他们就留下来了，他们就挺你的人。很多好朋友他们其实他们就说 Kenji 我相信你，但是我不想被整入到这个事情当中，我暂时不跟你接触，就很难受。之后因为我是他的第1个受害者嘛，之后他又说有另外一个男生又对他这样，又看他在什么摸他什么之类， serial accuser 吗？对，之后还有第3个，还有第4个，然
然后之后大家才慢慢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就觉得原来是 Kenji 被冤枉了。所以你在这个经历当中学习了什么呢？我其实我一直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直想要一个道歉，你知道吗？我心里就是很想要听到你们跟我说对不起，但是真正到了1年后，这事情2年，但1年后，他们就是因为就是那些冤枉我的人，指指点点的人，他们跑来跟我说 Kenji 对不起，我知道我冤枉你的时候，什么，我当时是很生气的，我很崩溃，因为我一直想要的东西我得到了，我得到一个道歉，但是他们说的时候我不行了，我就是会掉泪了。我就说当时他跟我道歉，我就说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不会太迟了吗？他就说哇 Kenji 你讲这个话很直接嘞，很伤人呢。我就很气了，我就说我讲这句话让你现在伤痛，但我这1年以来被这样指指点点，我不痛吗？我不是更痛？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释怀这个事情，还是慢慢的去见那个therapist， 然后慢慢的去把自己弄得更好。之后1年后我遇到 Sylvia， 她跟我分享一个事情，她就说她说我的问题是在于我一直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一直觉得 I don't deserve this. I feel like I'm very kind. 我觉得我很善良，我觉得我人很好，我是在帮助别人，我也没有去摸人。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而且 I feel like I don't deserve this. 我这个东西 happened to me. I don't deserve this shit 了 because I think I'm a very pleasant person. So 他跟我讲，我的问题就是一直觉得我 I don't deserve this. 但是他觉得我应该接受，就是觉得接受这个事情，反正已经发生了，你就接受，人家怎么样都会去讲的，一直讲。然后他就说你接受，然后你就想从这个点，当你知道这个留言一直在的时候，你要去怎么解决，你要去怎么 move on， 怎么去向前走。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让我放开了，但是我也想听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见解。第一，被人冤枉是一个很委屈的事情，是对吧？你不只是被冤枉，你根本没有做的事情，人家说你有做。第二，你的名誉、民生受损。那特别在这个年纪，每个人都想 fit in，可是你却被排斥，对，变成一个局外，就是 pariah。我那时候很多东西我都不能去，因为这个故事。对，你为什么会没有释怀，还没有释怀呢？是因为对你造成伤害的人还没有彻底也完全的领悟到他们对你的伤害有多深。当你的痛没有被完完全全的聆听到，是很难去原谅别人的。所以虽然你是说我是希望他们跟我道歉，可是一声道歉，一声 sorry 可以是一声很轻浮的 sorry。 如果说他们真正可以去把他们放在你的位置上去体会你那时的心情，然后再跟你说一声 sorry， 你觉得会有感觉会不一样吗？我觉得会不一样。我觉得我希望他们可以经历过我当时经历过的东西。这样想法会很坏吗？不会啊，这是一个很 human 的。因为我们做人就是希望人家可以理解我们。所以根本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一点恶意也没有，你只是很渴望别人了解你经历过的。那我想鼓励你的就是，结果事情发生之后，接而再而三又发生之后，真相才被发现，对吗？也就是说你现在痛苦，可是总有一天会得到一个真相被揭露出来的。那些朋友虽然现在跟你说了一声抱歉，他们还没有那个人生经历让他们可以很透彻的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在社会上打滚了之后，自己有一些亲身经历之后，他们才会回想去，哎呀，原来我20几岁的时候，我的做法、我的想法、我的说法，给 Kenji 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会吗？他们不会忘记这个事情吗？这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是你要让时间去让它自然的去发生。可是以一个现在40几岁的人来说，我会有时候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就说哎呀，我以前真的是很不应该，对吧？或者说哎呀，我怎么以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现在就可能可以邀请你考虑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让这些伤害过你的人走他们的路，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成长，然后把你自己的精力放在你自己的成长中呢？我现在是 OK， 如果是1年前可能还是会很逼仄，现在我觉得其实我因为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才比较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可能当时我几年前我会特别去担心，特别去想别人心中的我到底是怎样的，我就很想要当一个好人。但是我可能现在就比较不在乎，我会比较做自己，比较直接。我也不会说我不会说就是见到谁啊我就装到好像很好，我就是觉得这样比较自在。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有带给我成长，但同时以我来看你收获挺大的，但同时也是有遗憾的。那你愿意接受这份遗憾吗？接受啊，谢谢。因为我们都聊了很多嘛，就是很多不同的故事，很多不同的人。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但是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经历是很可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环节，叫相亲相爱，爱。哇，很 cringe 嘞 ！Oh my god！ 你听到了相亲相爱，你知道这是什么环节吗？就是因为互相问一个问题，对吧？对，因为我觉得我对您是除了满满的敬佩，也是满满的爱意的。就是我觉得我很爱你这个大人，就觉得从你身上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到了这个环节，我们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它可以是尖锐的，也可以是带有爱、带有期许的问题。你要来先问吗？问你一个问题吗？对。What is your heart feeling today？我是很累的，因为这几天都是满满的拍摄，而且我26号要飞去荷兰，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虽然累，但是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那好棒。然后到我问你啊，我想问就是在你40多年的人生当中让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为什么叹气？我就想说，真心来是没有遗憾，会不会很难比例法？你真的没有遗憾吗？我真的没有遗憾啊！我就有跟我的 boyfriend 谈过这个，说 actually anytime today if anything happens， 就是走在路上被车撞死了，我会挺 OK 的。我相信，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没有一个所谓可以遗憾的东西，都是无谓的或者浪费的，它都是让我现在可以成为我今天的一切的塑造我的每个经历，所以我没有遗憾，我就很感恩哦。我也希望我以后也不会有遗憾，所以我要像你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对啊，活在当下嘛。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观众很幸福，就是听到了 Carrie 的分享，它不只是故事，它故事里面有满满的情感，还有满满的教导。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 Can Say Man， 拜拜。好 ，Kenji， 很感谢你，组织这个 podcast Can Say Man， 让大家有机会把心里话、不敢说的话、害臊的话，
怕人家误会的话，都摊开来说，让我们可以坦坦诚诚的做人。那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故事。那我希望留给你的就是，你一朝一日还担忧或者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这些是是非非摸不清楚的东西，就会一直在你的人生扮演出来，直到一天你会发现，是是非非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的心有一些人知道，好吧？ All the best。